我。哇哦！仙子，我帮你拔出来。那你轻点。仙子可真好看啊！我可是道宗圣女，绝代剑仙，不能发出这种声音。仙子，是不是我弄疼你了？你拔那么快干嘛？不能慢点吗？我想趁伤口还没反应过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仙子，你流了好多血，我帮你止血。你在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仙子，手劲太大了。等等，你不要碰我，你离我远点。他挣扎着，因为他中的毒不能接触到男人的气味，但叶虾人仿佛没听到一样。你混蛋，完了，要失去意识了。这世界的仙子报恩都这么猛吗？本虾终于吃上肉了。叮咚，全能简化系统激活完成，请宿主查收。我靠，金手指来了呀！仙子，你现在的毒解了吗？算是你救了我，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你可以提一个要求。那我能要些零食吗？叶虾人不敢奢求别的，只想要点零食休闲，但他身无分文，怎么去购买那些厉害的功法神通？你想要多少？仙子，我可是个厨儿。你说的好像谁不是一样，我可以多赔偿点。100亿零食。她可是道宗圣女，绝对很有钱。你疯了？那10亿零食好了，道宗仙子不会连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吧？要不你把我卖了？那你说多少？100万零食，或者我收你为徒，带你回道宗修炼，你自己选一个。什么？收我为徒？犹豫1秒都是对仙子的不尊重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师傅，我们快去道宗吧。上来吧。师傅，我听人说横渡虚空的速度才是最快的。我要是能横渡虚空，还会在这碰见你。这就是你今后的住所，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待会儿会有人带你去办理入宗手续。叶师弟，我来带你办理入宗手续的。修仙的女人都这么漂亮吗？叶师弟，跟我走。谢谢仙子。我可不是仙子，我叫于小婉，你喊于师姐就行。在于小婉的安排下，叶虾人成功办理了入宗手续，正式成为了一名道宗弟子。劣等灵根，圣女怎么收了这么一个徒弟？我资质这么差吗？当然，而且是劣根中的劣根。老夫验灵根验了上千年，已是我验过最差的一个。那能修炼吗？但终其一生，恐怕只能在炼期徘徊了。师傅，我是劣等灵根。没事，劣等灵根就劣等灵根，只要认真修炼就好了。这3本功法，其中1本是心经，2本是外功，你先好好修炼，有不懂的就去问我。这功法看着好厉害，只可惜按理来说，以你的级别是不能修炼这门功法的，但谁让你师父是道宗圣女呢？丁检测到羽极功法青莲心经是否花费100点能量值进行简化。系统，能量点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有多少能量点？叮咚，能量点可以简化一切事物，获取能量点的途径随机刷新。宿主的初始能量点250，检测到羽极功法青莲心经是否消耗100能量点简化。立即简化。丁，功法简化中，简化成功。青莲心经等喝水，以后喝水就能修炼青莲心经了。这么离谱吗？我靠，这就是灵力，童子哥牛啊！劣等根骨又如何？本虾喝水能喝到天下无敌。丁，恭喜宿主跻身炼气境1重，这就突破了。师姐，就这么将青莲心经给他了？那可是道宗的最强功法。宗主说，宗门内只有师姐你才有资格修炼。女子名叫于小婉，是萧青羽以前收养的一个女孩。小婉，她毕竟是我第一个徒弟，灵根又那么差，功法要是再不好，一辈子估计就是炼气境了。那师姐，你能不能也给我？不行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练剑道。剑有什么好练的？境界提升那么慢。1年后，你若是剑意没达到小成，你就去4过牙关禁闭吧。师姐，我真有好好修炼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还不快去，顺便替我指点一下他。叶虾人眯着眼，又拿出另外2门神通，赤火焚天掌和闪转腾挪是外功，一门是攻击型的，一门是身法型的神通。检测到荒阶神通赤火焚天掌是否花费30能量点简化，立即简化。简化成功。赤火焚天掌等之枸杞。枸杞，待会儿去找找。检测到荒阶神通闪转腾挪是否花费30能量点进行简化。简化。丁，简化成功。闪转腾挪等走路。
走路这个好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炼气2重，又突破了，就这个呗，爽。丁，恭喜宿主闪转腾挪入门，那算是我先迈入修行了吧？你大白天做什么梦？不好好修炼，居然散步喝茶，我抓到了吧？把青莲心经借我看几天，不然我就向大师姐打小报告。于师姐好，师傅交代过我，青莲心经只能我一个人偷偷练，不能给其他人看。切，小气鬼！那大师姐也说了，这段时间由我教你修炼，实战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潜力，所以先吃我一掌。于师姐，你真是仙人嘛？怎么差点还摔倒了？等等，你的境界是炼气2重，怎么能提升的这么快？闪转腾挪也入门了？这才半天呢，这是劣等灵根。于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是刚刚突破的，这速度应该还不错吧？不知道其他人的修炼是什么样的？还不错，这简直就是天才啊！你先等会儿，我去告诉大师姐一声。我难道是太慢了吗？看来喝水的速度还得加快，水不能停。于是夜虾人拎起满满的一壶茶，开始了边喝边散步。这人是谁呀？不知道，但怎么感觉和老大爷一样？年纪轻轻就送咱携带，日后咱成大器。我知道他是僧女收的徒弟，不过是劣等灵根。什么？圣女收了一个劣等灵根的人当徒弟？这小子是不是走后门了？切，本家明明走的是正门。萧青雨会收一个劣等灵根的人当徒弟，会不会有猫腻？待会儿你试探他一番。我怀疑萧青雨是在故意隐瞒这小子的资质，他很有可能是一位绝世天才。那小妮子骗骗其他人还可，雕虫小技也能瞒过我。是。夜虾人走了整整半天，喝光了16壶水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，宿主目前境界炼气境3重。丁，闪转腾挪小成。夜虾人当即施展一下身法，想看看速度到底有多快。1秒间，他以距离阁楼100米的大树为终点，往返了足足5趟，也就是说，他只用1秒便移动了1000米。炼气3重，闪转腾挪小成，这速度简直堪比筑基了。这叫劣等灵根，还是师傅聪明？看来我得仔细观察观察了。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识人类，定仙游，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累。宿命天成命中败，仙尊毁而我不悔。这落魄楼便是我夜虾人修炼的起点，总有一天我会登上世间的巅峰，领略无限风光。又是万仙，又是魔的，最后居然敢让仙尊毁，这人好大的志向，绝不是泛泛之辈。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向师傅汇报情况。大师姐，你说的那个徒弟他怎么了？是资质太差了吗？小婉，你耐心点教他。我教他都炼气2重了，而且闪转腾挪也入门了，我可教不了他。师傅你闭嘴，把衣服穿好，出来见我。这大半夜的，师傅到底要干嘛啊？不会是……半天时间炼气3重，难道他有什么特殊体质？再观察几天，每天记得好好修炼，不可懒惰，懂吗？那师傅，我想问一句，我的修炼速度算慢吗？你觉得呢？我感觉有点慢，一天才破了3境。人言否？那确实有点慢，你还得更加努力一点。放心，师傅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尽量帮你找来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需要枸杞，越多越好。年轻人要节制。虾人穿越修仙世界，本是极品废灵根，意外觉醒简化系统，简化万物。喝水就能修行，走路就能练身法，吃枸杞就能练掌法，惊呆圣女师尊。枸杞？你要枸杞做什么？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爱好。年纪轻轻就喝枸杞了，可他上次也不像不行的模样。师傅，你脸红的时候真好看。放肆！若是搁以前，他一定会怒斥虾人是登徒子，但此刻心中却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。枸杞这种俗物，你去药店拿就行，我走了。真香！师傅走得这么快，还想问问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现在差距太大了，必须好好修炼，说不定日后我要领200斤枸杞。年轻人要节制啊！丁，赤火焚天掌入门。丁，宿主目前境界炼气4重，赤火焚天掌小成。
师傅，您猜对了，那夜虾人绝不是泛泛之辈，他只有炼气3重，但闪转腾挪已小成。据弟子观察，他胸怀大志，必是刻苦坚毅之人。老夫的这双眼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赵望，明日试探他一番，看看他实力如何。是。想必那位天才此刻已经起来练功了吧？胸怀大志的人肯定不会是懒散之辈。不是要让仙尊毁吗？这个点还在睡觉，这个年纪你怎么睡得着的？哪位？在下是道宗大长老季伯达的徒弟。那快进来坐坐。坐坐，没想到你还好难色。我呸！出来和小爷比试一二。你特娘的才好难色。我呸！丁触发随机任务，与赵望对决，奖励100能量点。来任务了，正好。你炼气3重，我压制境界。别说我欺负你，先出手吧。那我出手了，赵望兄当心了。花里胡哨，还敢？什么？炼气4重了？荒阶神通赤火焚天掌小成。赵望迅速解开自身的境界封印，动用筑基之力。赵望兄承让了。我赵望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。我的天！黄阶神童赤火焚天掌，他不是劣等灵根吗？为何会赤火焚天掌？还已经小成，我苦修3年，现在连门槛都还没见到啊！夜虾人这一掌直接震惊众人。师弟，我承认，刚才是我狗叫了。你是位天才，若不是仗着筑基的境界，刚才一掌足以让我重伤。天才？不，我可不是天才，我其实是废物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一愣，这是在嘲讽他们吗？若不能一步成仙，岂敢自居天才？虾人语出惊人，全场顿时一片死寂。天下英雄皆如过江之鲫，何况草莽？唯有认清自己，奋勇精进，不断坚持下去，方能窥视大道。装逼的感觉真爽。师弟，你的道心让我无比钦佩。师兄想向你请教一下，平时你都是怎么修炼的？这个嘛，我一个开挂的，我哪知道怎么修炼？保持良好的心态，然后多喝热水。这真的是劣等灵根吗？他没有去见夜虾人，而是找到了负责测验灵根的王长老。圣女，老夫对天发誓，我真没有测错，他绝对是劣等中的劣等，且体内存在大量不明的杂质，怎么可能是天才？可他境界的确是炼气4重，神通的掌握也是小成。什么？圣女，你没骗老夫吧？我亲眼所见，道宗不少弟子也能作证。会不会是特殊体质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王长老，如果真是，你能测出来吗？特殊体质恐不如是，老夫如何能测出来？只有道中祭宝天机榜才能测出来。不过，即使他是圣女你的徒弟，可他对道中还没贡献，长老们是不会同意的。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如果他能在天骄会上拔得头筹，便能向宗门提出一个要求。傻，昨天才开始修炼，天骄会3天后就要举行，这牛皮吹的。什么？他真是天才？不，他是废物。哦，我也是废物。师父，你也是废物。总之，我要向师弟看齐，努力追上他的步伐。这没少啊，怎么说胡话？算了，不管了，你好好准备天骄会。那夜虾人师弟会参加吗？那小子作为萧青雨的首徒是要参加的，不过一个炼气境参加了又能怎样？有师弟在，我只能第2了。一个左正灯。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怕他？夜虾人不过是道宗第108代弟子，你是107代的，给老夫振作起来，听到了没？师父什么都好，就是攀比心太重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，宿主目前境界炼气5重。丁，闪转腾挪熟练度+1+1，恭喜宿主闪转腾挪大成。以后就算打不过别人，也能跑得过。就这点出息。枸杞少喝点，补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啊！师傅是不是误会了？最近认真修炼，3天后你去参加天骄会。你有什么疑惑的地方，可以现在问我。那个，我有话直说。夜虾人深吸了一口气。师傅，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听到此话，萧青雨心神微微一颤，他沉默了几秒。我志在大道，无意沾染红尘，所以你只能是我徒弟。我走了。无意沾染红尘嘛？那师傅你脸红什么？这冲师逆徒本家当定了。时间一晃，2天过去了。你说夜虾人这2天什么都没干，只是散步和喝枸杞茶，
是的，大师姐，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一个比我还懒的人了。他不好好修炼想干什么？难不成我打击到他了，让他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？师姐，你嘀咕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下去练功吧。我是不是该激励他一下，劝他好好修炼？萧青雨内心非常纠结，叶虾人在他心中的位置还是有些特殊。我只是在尽一个师父的职责。如果他真的不想继续修炼，那给他点零食，让他去道宗附近的村庄城镇安度余生就行了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，宿主目前境界炼气6重，赤火焚天掌大成。赤火焚天掌，去。不错，如果我再和赵望来一场对决，凭借这掌，哪怕他是筑基境，我也能打破他的护盾。好强的攻击！他的赤火焚天掌难道已经大成了？才几天时间，这不可能啊！叶下人师兄，我苦练5年还没有入门，您能指导一下吗？请师兄指点我们。他们都修炼了赤火焚天掌，但几年过去，却连门槛都没摸到。好啊，你们演练一遍，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。他们的赤火焚天掌存在漏洞啊！这样看来，不是个人领悟出错，而是功法出现了错误。师兄，你看怎么样？有些漏洞，我帮你们指正一下。叶虾人也不废话，当下就指出了几位弟子掌法上的错误。经过指正后，几人再次演练，发现掌法的威力的确变强了许多。多谢叶下人师兄。一开始我以为叶下人师兄是个废物，没想到他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是啊，还是万中无一了绝世天才。我觉得师兄比长老和圣女讲的都好。你们不去修炼，却在这里闲聊偷懒，想被责罚吗？圣女，我们并没有偷懒，刚才叶下人师兄指点了我们修炼，我们正在演习回味。偷懒就偷懒，还找借口。叶虾人才修炼几天，他指点你们修炼玩呢？好啊，那你们说说，叶虾人都教什么了？回僧女的话，叶下人师兄独具慧眼，看出我们的赤火焚天掌存在漏洞，便帮我们纠正了一番。叶虾人敢教赤火焚天掌，他自己学的，明白吗？你们演练一番。他们的掌法之中有几处似乎和赤火焚天掌稍有出入，但掌法相比之前似乎更为凌厉强大。难不成是赤火焚天掌本身存在错误？萧青雨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，顿时一惊。这赤火焚天掌竟真的存在漏洞，长老们也没有发现，却被一个只练了几天的弟子发现了。萧青雨感觉自己心中一阵恍惚，对叶下人的印象彻底发生了改变。虾人穿越修仙世界，本是极品废灵根，意外觉醒简化系统简化万物，喝水就能修行，走路就能练身法，吃枸杞就能练掌法，惊呆圣女师尊。萧青雨来到落魄楼，瞧见躺在椅子上的虾人，仅一眼，萧青雨便看出他的境界，炼气6重。他不是一直没修炼吗？修为怎么冒出来的？真是特殊体质。师傅，你来干啥？萧青雨不知道怎么说，你说他懒，他确实突破了；你说他勤奋，他天天喝水散步。明天便是天骄会，我来提醒你，不要忘记参加。那我拔得头筹，师傅会给我奖励吗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功法、丹药还是武器？虾人摇摇头，目光灼灼地盯着萧青雨看。你不会想要我吧？逆徒，你要是能拔得头筹，并在1个月内突破元婴，那我就什么？就答应你一个条件。你在看什么？师傅真好看。等我突破元婴，你突破元婴，我也能一巴掌拍死你。离开后，萧青雨又去找了大长老，他需要把虾人的天赋以及赤火焚天掌存在漏洞的事告诉对方。大长老，虾人的天赋好像有点古怪。圣女，你收的徒弟是个废柴，灵根差到极致，老夫早知道了，你不用再说一遍。这废柴，虾人是绝世天才，他的天赋好到逆天。好到逆天，骗骗老夫就得了，别把自己也骗了。圣女，老夫可不是3岁小孩，你骗不了我。大长老可知虾人目前境界多少了？炼气4重呗。错，他炼气6重了，而且只用了2天时间。什么2天时间突破了2个境界？这尊都假都？前几天我让他修行赤火焚天掌，大长老可知他领悟到哪儿了吗？几天时间领悟了？难道这小子真是一个天才？入门？大长老大胆的猜。
小程，大长老的身体开始颤抖，感到不可思议。再大胆点！哇靠！圣女，你不要吓老夫啊！大长老不敢猜了。大成，这不可能啊！这门神通领悟难度有多大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当初老夫钻研苦修600年，才勉强大成。大长老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刚刚我遇见几名弟子，他们向我演练了一遍虾仁指点过的掌法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发现了赤火焚天掌中的漏洞。赤火焚天掌不仅大成了，还能指出神通中的漏洞。大长老彻底傻眼了，他难以想象虾仁的天赋究竟有多高。可他是劣等灵根啊，难道有特殊体质？明日天交会，如果他拔得头筹，希望大长老能准许用天机盘测一下他的体质。好，如果虾仁真像圣女说的那么逆天，老夫就准许此事。难道说我道宗要出一个绝世天骄了？你们说这次的天教会谁会是第一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大长老的徒弟赵王师兄啊！听说赵王师兄昨日突破，已经是筑基2重了。呵，你们的消息这么滞后吗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圣女刚收的徒弟一掌打退了赵王师兄吗？你说虾仁师弟，我挺看好他的。若是他能将赤火焚天掌炼制大成，说不定能赢。当本家喝的水是白喝的吗？我宣布天骄会正式开始。在下不才，愿抛砖引玉，请大家赐教。好，让我来领教一下赵望师兄的高招，请。毫无悬念，赵望轻松赢得了比试。接下来又有不少人冲上擂台与赵望比试，但结局都是赵望获胜。筑基2重在这届外门弟子中已经算极高的了。各位，这是我徒弟啊！哎呀，我这徒弟也真是的，学艺不精就跑上来露脸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！我来试试。你是宁雄一介无名小卒罢了。这他娘的是谁？他不是我道宗弟子，天阶神通黑虎拳法，这是汉天拳宗的神通。不是我道宗的弟子也敢来参加天骄会，我看你是茅厕里打灯找死。道宗作为天下一大宗门，没想到门下弟子实力这么菜，未免让人失望。季老哥，好久不见了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，一直嫌俺们全宗弟子太弱，不够他打的。这不，得知道宗举行了天骄会，我带他来见见世面。我们同为正道宗门，想必你也不会生气吧？有谁想试试？一时间，不少弟子都低下了头。看见这一幕，大长老内心莫名生出几分失落。那个，我能试试吗？哦，终于有人来了。宁雄玩味地看着虾仁，发现后者才炼气6重。这位师弟，你是有啥想不开的，故意上来找死的吗？你退下，这里哪有你的事？练气劲凑什么热闹？虽然是劣等灵根，但有担当，有勇气，也是个好孩子。也正如此，大长老才不让虾仁上去。丢人就丢人吧，至少人还活着，大不了等汉天拳宗举行比试的时候，他也带个厉害点的弟子跑去砸场子。还没打过，大长老怎么知道我打不过他呢？这还用比吗？打过才知道。这小子，老夫对他倒是有些欣赏起来了。季兄，那你可得快点好好欣赏，毕竟我这徒弟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一个炼气6重的弟子，说不定一拳就给。呵呵。李子木，如果我的徒弟出了事，哪怕你是汉天拳宗的大长老，我也会一剑斩了你。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会是萧圣女的徒弟，还请萧圣女放心，我这徒弟出手最懂分寸，只分胜负，绝不伤人。萧青雨没有再理他，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虾仁身上。一个炼气6重，一个筑基2重，这怎么打得赢？虾仁师弟糊涂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虾仁师弟敢登场，单单这份勇气就值得赞许了。希望他能赢吧，虽然希望不大。你先出手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灵力孱弱，气息不定，站姿拉胯，看来你战斗经验少得可怜啊。掌法虽然普通，但灭你足矣。本家枸杞水可不是白喝的，赤炎焚天掌。这竟是神通异象。将荒阶以上的神通炼制大成，才有可能出现神通异象，但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。
哪怕是元婴境修士都很难掌握一门大成的荒阶神通，可他们现在却在一个炼气6重的少年身上见到了。这一掌200斤枸杞之力，你顶得住吗？筑基2重的宁雄被一掌秒杀。我当你多勇呢，原来是小瘪三啊！大长老，虾人的赤火焚天掌真大成了吗？何止大成，距离圆满也只有一步之遥。大长老是不是该宣布结果了？对，我宣布这场比试，道宗弟子虾人获胜，汉天拳宗宁雄被一招秒杀。老弟啊，不是老哥说你还得练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怎么就带了这样一个弟子出来了？不过这年轻人其实也不错，倒头就睡，不错，哈哈，下次记得多带点弟子啊。大长老，这次天骄会也进行不下去了，你觉得哪位弟子是第一呢？自然是虾人了。我们也同意。这一刻，没人再觉得虾人只是一个劣等灵根的废柴，在他们眼中，虾人已经有着无限可能了，极有可能几十年后，道宗会出现一位名动大陆的掌圣。那个虾人，既然你是此次天骄会的弟子，我宣布你直接晋升内门弟子，而且你还可以向宗门提出一个要求，你现在想好了吗？那个，我想说，他想借用一下宗门的天机盘，敢乱讲就让你失去荔枝。啊，对，我要借用天机盘。好，这个要求我答应了。圣女，几位长老，你们来我这儿作甚？难道又出现了秘境，需要老夫帮忙测算1、2？赵长老，请用天机盘测验一下他的资质。圣女，此事不可。天机盘启动一次，需耗费不少能量，岂能为了验一个弟子的资质就启动天机盘？圣女，你让老王给他测一下不就行了？萧青雨没有言语，而是扭头看向了大长老。他是这次天骄会的冠军，老赵，你就验一下吧。什么？他炼气6重，天骄会冠军？我道宗的年轻一代已经废成这样了吗？那老夫就验一次吧，伸出你的左手，放在天机盘上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真想驱车去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，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，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10000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。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天机盘上，但天机盘只是震动一下便没了动静。长老，这是测完了吗？我是什么体质？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啥体质也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可若是没有特殊体质，如何短短几天就修行至炼气6重？又如何能领悟大成荒阶神通？圣女特殊体质100年难遇，你还是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放心，哪怕虾人没有特殊体质，我们也会重点培养的。师傅，我没事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刻苦修炼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本系统岂能让副主受这委屈？将大庭逆转吧！行了，测也测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机盘突然剧烈晃动起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天机盘坏了？虾人真有特殊体质？看老夫干嘛？坏是不可能坏的，你们凉了，天机盘也不会坏。也许这小子真觉醒了什么牛批的体质，老夫玩了天机盘一辈子，也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等会老夫查查资料。众人屏气凝神，紧张地等着赵长老的答案。我找到了，惊呆了老铁，这小子竟然是……平时儒雅的赵长老居然被惊得五官扭曲。你别撕了，一会儿再抽过去。到底什么体质啊？哪怕是低级体质也行。漏，大漏特漏，老纪，他可不是低级体质，难不成还能是高级体质？我道宗又要出一个合体境强者了。当年圣女觉醒了通灵剑体，几百年便入合体之境，震慑四方。如今虾人也是高级体质，日后我道宗在大陆还不横着走？不，也不是高级。大长老可听过，还有一种体质比高级体质还要可怕。你是说超越高级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级体质？没错，你们看，根据记载，天机盘在史上只出现了一次这种情况，那次情况便是检测到了传说中的神级体质混沌体，就在我们道宗初祖身上。50岁入洞虚，笑傲世间无敌手，想不到万年后还能有今日，天佑我道宗啊！什么？传说中的混沌体？就是那可以无限突破的特殊体质。哈哈哈！无图虾人有大帝之姿，
混沌体乃是世间最变态的特殊体质之一，普通人修炼都会瓶颈，要么突破，要么老死，而混沌体永远不会有任何瓶颈，只要资源足够就能无限升级。众人听完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虾人，仿佛看见了一颗耀眼的星星冉冉升起。师傅，我厉害吧？再厉害，我也是你师傅，给我回去修炼去。天交会结束，虾人的事迹向传遍整个道宗，没人再认为他是废物，而是把他当成偶像和动力。快看，是虾人师兄哎！虾人师兄好呀！虾人师兄，你好帅啊！在一声声师兄中，虾人来到了天元殿。萧青雨交给了虾人一个任务，便是在天元殿闭关3天，突破炼气7重。虾人只好来这装样子，按照正常青莲心经的功法开始修炼。好快的灵气吸收速度！我要是有他1%的修炼速度就好了。这就是虾人师兄的实力吗？虾人师兄恐怖如斯，这速度不够快啊！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比我喝水修炼慢多了。虾人站起身，离开了天元殿。众人看着他，不明白虾人这是要做什么，是要教他们怎么修炼吗？围观的弟子们明白了一件事，虾人师兄真的很能喝水，喝的还是枸杞茶。就在这时，虾人身上的气息陡然一变，便是由炼气6重突破到了炼气7重。这一刻弟子们的认知崩塌了，虾人师兄突破了。他什么时候修炼了？难道说喝水真能增加修为？各位，我去试试。2个时辰后，那人黑着脸回来了。我试过了，除了尿变多、憋得慌外，没有任何用。这时，虾人的身体又发出了一道声音。这炼气8重了，1个下午直接突破了2个境界，还是靠喝水突破的。师傅交代的任务完成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？还是一鼓作气突破筑基吧？恭喜宿主突破，宿主目前境界炼气9重。就在虾人喝完最后一杯茶后，他整个人的气息顿时大变，一股庞大的吸力猛地从他体内爆发，犹如龙吸水般将天元殿内的灵气不断吸入。天哪，虾人师兄真是猛吸啊！他得铸成多大的灵力基台？这么多的灵气，还不得把虾人师兄撑得满满的？道宗议事大殿内，我决定必须要倾尽宗门之力，全力培养虾人，还要提防其他势力的不轨之心，最好派长老贴身保护虾人的安危。这就不必了，我会保证他的安危。闻言，众人不再多说，萧青雨的实力他们都知道。圣宇，你要好好督促虾人的修行，争取让他在1个月内突破筑基。我已经让他去天元殿闭关修炼了。那就好，不过也不能逼得太紧。圣女，大长老，虾人师兄他突破筑基了啊！虾人师兄已经吸光了天元殿所有的灵气，但他的筑基还没有结束。糟了！瓜子2手新能源，源头直供更省钱。天元殿中，无数灵气汇聚成片，源源不断地汇入了虾人的体内。很快，天元殿的灵气被榨干了，一滴都不剩了。围观的弟子们又被惊呆了。天元殿的灵气是通过阵法调动的，每日凌晨自动刷新，容量足以支撑上千名弟子一起修炼。然而却不够虾人突破筑基。我的灵力基台还能再大，可没灵气了啊！这里的灵气也忒少了吧？就在虾人琢磨该怎么办时，坐回去继续筑基。紧接着，磅礴的灵气从4面8方出现，涌进了虾人的体内。师傅，集中注意力，全力筑基。虾人闭上双眼，再次借助灵气拓宽灵力基台。混沌体真是恐怖如斯，筑基就这么恐怖？这时，萧青雨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吸力，正是从虾人体内出现，正贪婪地吸收他释放出来的灵气。这家伙竟然还得寸进尺了，这是想榨干我？给你，都给你！这圣女竟然动用了全部力量。为了早点回家捡饰品，我在瓜子2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，买2手新能源就上瓜子。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2手新能源源头直供更省钱。虾人足坚持了1个多时辰，期间萧青雨的灵气始终不断地输送进虾人的体内。大长老，你当初筑基时灵力基台有多大？老夫当初也是百年不遇的天才，基台足有99米大，那是挺大的，不过应该不会有虾人的大。他消耗的灵气实在太恐怖了。虾人缓缓睁开眼睛，吐出一口浊气，身上气势一变，赫然迈入了筑基境。师傅，我好了，你可以收回灵气了。你的灵力基台有多大？应该有400米大吧。周围的人群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了。400米的灵力基台，闻所未闻。你真有这么大？让我看看。让我看看。
师傅，你的手有点凉。闭嘴！你还嫌弃上了？神念进入后，萧青雨只见一座恢宏庞大的灵力基台，安静地伫立在虾仁的体内空间中。真的有400米大！我的天，那他日后结金丹，金丹岂不是更大？他没说错。一时间，周围只剩下倒吸凉气声。虾仁师兄恐怖如斯啊！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麻雀啄了牛屁股，确实牛逼。这虾仁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何突然就筑基了？虾仁刚想吹嘘一下自己多努力的修炼，虾仁师兄资质逆天，喝水喝着喝着就突破了。是啊，虾仁师兄就坐在这儿，啥事不干，就哐哐的喝水，然后突破了。这等资质让我等佩服。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，是不是？你真是靠喝水突破的。事已至此，虾仁只好点了点头。可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奇葩的事呢？混沌体是传说中的体质，或许这就是混沌体的天赋。再什么天赋，也不能喝水就突破啊！人家是天才，喝水突破怎么了？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专门为弟子虾仁凿一个大水池，供他喝水。所有人都听清楚没？还有，不准往里面撒尿。几日的时间过去，虾仁在道宗的地位直线上升，尤其400米灵力基台的事，更是在道宗内传来传去。于师姐，别再喝水了，我感觉你都成水牛了。你说我，你才是真正的水牛吧？凭什么？我不服！这段时间下来，虾仁与于小婉也是玩到了一起去，两人经常凑在一起聊天。至于为什么对象是于小婉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于小婉是弟子中最懒的一个。这几天虾仁已经喝到了筑基3重，而于小婉没有丝毫进展。你什么时候把青莲心经借给我看看？完了，偷懒被当场抓包了。虾仁，我昨天给你打了1缸水，你怎么还没喝完？自从喝水突破的事被发现后，萧青雨无时无刻不在逼虾仁喝水。师傅，我这就喝，你别拔剑。今天就别喝了，光提升境界也没用，神通也要熟练掌握。这几天你没修炼赤火焚天掌，练吧，我陪你。我可不敢再说吃枸杞就能修炼了，不然又要逼我吃枸杞。触发系统随机任务，挨剑仙师傅的打。这什么鬼任务？童子哥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多少沾点？宿主别乱讲，我知道你喜欢这种任务。西西，你看人真准。用尽全力向我攻击。你这是什么战斗方式？你赤火焚天掌已经圆满了。等等，你闪转腾挪也练到了圆满。萧青雨惊呆了，真是没见过这么逆天的存在。师傅，不如你和我同境界比试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，你还想打师傅？不，我只是想试试在同境界当中我的实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只是想挨一打，来吧，我的师傅，狠狠蹂躏我吧。好啊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你师傅的厉害。师傅，那你先出招吧。怎么感觉这小子像故意挑衅我？今天敢挑衅，明天他就敢。想到这，萧青雨当即认真了起来。能量点加5，目前能量点标95，果然有用。任务完成，此次任务共获得能量点260，目前能量点450。要是以后天天能这样就好了，既能被师傅打，还能赚取能量点，爽！难道不是挑衅，而是特殊癖好？师傅别误会，我没有怪癖。不用解释，有也不丢人。可我真的没有啊。每个人都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修行了这么多年，我什么人都见过，我懂的。不，师傅你不懂。行吧，你说不懂，那为师就不懂吧。你还想挨揍吗？不了，师傅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那好，我明天再来。好狠心的女人啊，把我弄成这样，说走就走了。啥时候才能充尸啊？你说什么？师傅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是疗伤丹，清理一下伤口。评测到天阶丹药疗伤丹，是否耗费20能量点简化？丹药也能简化？瓜子2手新能源，源头施工更省钱。评测到天阶丹药疗伤丹，是否耗费20能量点简化？简化。疗伤丹简化中，简化成功，疗伤丹等于糖丸。我去，真好用啊！童子哥，我服你。伤好了。师傅，这丹药真好用，师傅笑起来真好看。只是这笑怎么越看越可怕？师傅，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
你刚才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完了，这咋解释啊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一时间，就连空气都陷入了沉默。萧青雨神色有些复杂，内心产生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这小子原来一直对我心怀不轨，居然还想冲我，真是个逆徒。如果换了别人，萧青雨早就一剑切里之了。但对于虾仁，他气恼之余，心中更多的是茫然与逃避，而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何。我还记得赌约。说完，便是转身离开。虾仁望着师傅离开，心中突然燃起了一股劲。我要努力修炼，然后为了早点回家捡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，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。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是死。一晚上过去了，如今赤火焚天掌已经圆满，距离出神入化境也只差吃几天枸杞的事。我得再学一门神通。虾仁，你来选神通吗？别客气，直接上3楼。藏经阁有3层，越往上法神通的等级就越高。按理说，外门弟子第1层，内门弟子1年可以去一次2楼、3楼，只有圣女或长老的手令才能上去。但虾仁不用遵守这些规则。长老，我想请教一下，3楼有没有厉害的剑法神通？这个原则上我是不能说的。再说了，有问见到你应该去问圣女，她是大陆有名的剑仙。长老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他早就瞥见了长老桌子上放的画册，知这是个同道中人。虾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送这些东西，老夫营养不良了怎么办？这是枸杞，长老记得早晚各泡一杯。哎，老夫真不是这种人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啊！3楼确实有一门羽阶的剑道神通，在最里面的架子上，名字叫天地一剑。别说是我说的熬。多谢了，长老。这小子好画功啊，这也太逼真了。藏经阁长老感觉好像动了动，于是合上画册。今天就先看到这了。虾仁来到3层，很快找到了这本天地一剑。天地一剑，修行之时如受万剑穿心之形，攻城之后剑气一出，毁天灭地。因为杀人从来只需一剑，所以名为天地一剑。练了，反正我有挂，受刑不存在的。检测到羽阶神通天地一剑，是否花费100能量点简化？立即简化。天地一剑简化中，简化成功。天地一剑等于掰树枝。天地一剑熟练度加1，真有用。天地一剑熟练度加1，速度请你掰慢点，我报数很累的。虾仁的这一举动迅速引起了一大批道宗弟子围观。你们说，虾仁师兄这是在干什么？我猜是这树惹到了师兄，师兄正在对他凌迟处死呢。师兄是个狼人啊，连树都不放过。大傻虾，你又在干什么？你是喝水喝傻了吗？于师姐，我在修炼。屁，你在发疯哎！你又在偷懒，快把青莲星诀给我看看，不然我就去告诉师姐。虾仁没有搭理他，继续掰着地上的树枝。丁地一剑入门，虾仁体内多出了一道气流，流遍全身经脉，这就是剑气。于小婉也是练剑的，对剑气极为敏锐，他一下察觉出虾仁的变化。你有剑气了？我看那天地一剑的神通挺厉害的，所以练了练。什么？你练了天地一剑？你完了，那剑法可邪门了，10个人练，死9个，还有1个死的不能再死。要是师姐知道了，肯定要罚你。所以说，在你死之前，先把青莲心经给我看看吧。哎，开玩笑的，既然你也练剑了，那咱们比比看。若是你输了，就把青莲心经给我看看。不要，我不想和你比。若是我输了，我就偷一件师姐的贴身衣物给你。我为修炼，当在实战之中不断精进。虾仁手上没有剑，只好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迎战。2股剑气相撞在一起，比试结束了，氛围变得有些沉默。虾仁丢掉树枝，捡起地上的8节剑身碎片，递向于小婉。于师姐，你剑死了。你才剑死了呢。我用的是树枝，死了也没关系的。给我剑，我帮你拼了一下，还好碎片都在，拿胶水缝合一下，应该还能用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他可是立志要成为像萧青雨那样的无敌剑仙，难道让他以后行侠仗义时拿着用胶水缝合的剑？一想到这个画面，于小婉哭得更伤心了。我的剑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别哭嘛，别哭嘛，我赔还不行吗？你怎么赔？这剑多少钱？10万灵石。算了，你还是哭吧。很快，这里的动静引来了萧青雨，他远远的就看见了这一切。不知为何，萧青雨内心突然有些生气，不是因为于小婉哭了，而是于小婉居然抱着虾仁。这小妮子，不对，我怎么能这么想？
撒手！师姐，他弄坏了我的剑，更可恶的是，他还不赔。这剑上的剑气好纯粹。师姐，都这时候了，那就不要再夸我了。我没说你，这剑气是你的吗？赤火焚天掌练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最近开始练剑了。这剑气是天地一剑的剑气，纯粹而霸道。你不要跟我说你天地一剑已经入门了。等看见虾仁点头后，他整个人都傻眼了。练了1天你就直接入门了？什么时候练剑变得这么简单了？混沌体的天才就能这么不讲道理吗？这一刻，不仅于小婉想哭，萧青雨也想哭，看着虾仁有些委屈。他是世人公认的剑道天才，天下剑仙，但即便这样，他也做不到1天入门，这太打击人了。师傅，我赔师姐的剑，你别生气。我不想哭，我想打你。你昨天已经打我1整天了。我不管，我今天还想打。这话怎么那么像情侣间在撒娇？师傅，你想打就打吧。算了。萧青雨反应过来，觉出自己刚才的表现不太合适。既然我是你师傅，这剑我替你赔，你不用管了，安心修炼就好。师姐，你想给我一把什么剑？给你剑，我给你一巴掌。师姐，不是你说要赔我剑的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我赔给你的剑。虾仁不是惹事的人，肯定是你自己把剑做没了。师姐，你也太偏袒他了吧？再说，咱不说了。师傅，好可爱呀！自从有了萧青雨的鞭策，虾仁喝茶喝得很是努力，1天喝个几吨水都是家常便饭，而虾仁的境界自然也提升飞快，已是筑基9重。这一日，虾仁如往常一般努力的修行，从喝水开始，喝完1吨水后，天际之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时间，中州不少强者都是震惊不已。汉天全宗，道宗真是越来越强大，我全宗何时才能出头啊？此刻，道宗的雷劫意象越来越强大，这一幕各方势力看在眼中，皆认为道宗圣女萧晴即将轮回圣地。难道道宗要有2个洞虚强者了吗？岂不是要与我圣地平起平坐呢？玄冥魔宗。道宗势力越来越大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玄冥魔宗和道宗是千百年来的死对头，只是这些强者怎么也想不到，引发雷劫的人并不是萧晴雨，而是萧青雨刚收的徒弟。仅有筑基境的虾仁正在突破金丹，此刻道宗的长老也是看清了雷劫之下的人。虾仁怎么会是他？你管这叫金丹的雷劫？参数不正确啊！好强大的雷劫，这不得把虾仁给劈得左一块右一块？你们先别急，圣女去了。放心，有我。经检测到金丹境渡境雷劫，是否花费200个能量点简化？啥玩意？雷劫也能被简化？简化雷劫中，简化成功，渡雷劫等于拍手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如惊雷般的轰鸣声轰然落下。师傅，让我自己来。别逞强，你不行的，还是为师。10几条雷龙就这么没了。虾仁到底做了什么？天哪，老夫的世界观崩塌了！雷龙破碎后，紧接着便是紫气东来，涌进了虾仁的体内。此刻，长老弟子们已经麻木了。紫气东来，天道馈赠，这可是罕见的异象啊！你们怎么不叫了？被震惊太多次，免疫了已经。紫气与灵力基台融合在了一起，在虾仁的观察下，只见力基台慢慢变成了一个巨型金蛋，看上去足有几百米高。这便是金蛋，只不过大了一点点而已。天穹之上的雷劫消失，乌云消散，阳光再一次照耀大地。冰宿主渡劫成功，目前境界金丹一中。金丹境在外界已经算是一方小强者了。师傅，长老，你们这么看我干嘛？哎呀，我渡个雷劫而已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关心我，让我真不好意思了。听到了虾仁的话，道宗众人一阵无语，内心抓狂。师傅你这瓜子2手新能源，源头直供更省钱。感受到胸膛上的触感，虾仁瞬间老脸一红。师傅的小手好柔和啊，要是放在其他地方那还得了。师傅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想奖励我吗？要不我们回屋，这里好多人呢。闭嘴，我就看看你的金丹。师傅，这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只见原先的灵力基台已经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蛋。好大！师傅，你说什么？哪里大？你的蛋不对，是金丹。圣女到底有多大？有10米吗？是啊，金丹的大小决定了未来修行高度。若是有10米，虾仁铁定能突破洞虚。圣女，你快说啊！哎呦，急死我们了！不止10米，它有400米大。多少？你说多少？众长老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们好像看见了虾仁在闪闪发光，光芒闪得他们眼睛疼。老夫活了将近1000年，这种事根本闻所未闻，这简直颠覆了修炼界的常识啊！这难道就是混沌体的强大之处？无限突破。我决定了，虾仁列为道宗的第1保护对象，老夫要日夜不离，亲自守他。
大长老，大可不必，我有我师傅保护，不会出事的。大长老，你个老登，就想把我和师傅拆开？这也行吧，有圣女保护，想必也不会出事。放心，等宗主出关，我们就向宗主提议，立你为道宗圣子。道宗目前只有一个圣女萧青雨，还没有确立圣子。以前是没有找到符合的人，现在有了。成为圣子本家，是不是就和师傅地位平等了？那以后说不定就能结成道侣。师傅，长老，修行之路漫漫，不能沉浸在短暂的成就中，我去修炼了。好，如此努力，道宗未来必在此子身上兴旺啊！周围的弟子听到此话，也是瞬间被虾仁激起了斗志。几天时间一晃过，虾仁每天都坚持喝热水、吃枸杞、白树枝，已经哪根能瞎溜，这不禁让众多弟子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。你管这叫努力修炼？夏仁师兄，你为什么不努力修炼？我正在努力修炼啊！谁家努力修炼是这样的？今天你就见到了。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天哪！虾仁师兄的赤火焚天掌已经出神入化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夏仁师兄原来一直都在偷偷努力啊！将一门神通修炼到出神入化的程度，便能领悟其中之道。如今虾仁已经掌握掌道。道宗议事大殿。诸位，论道大会的日子快到了，我们道宗作为正道之首，在论道大会上绝不能弱人一头。诸位快点召回在外游历的弟子，为论道大会早做准备。圣女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就这么办。那个，我去看看虾仁有没有偷懒。这些天他一直心绪不宁，而原因就在虾仁身上。本来作为师傅，徒弟提升快应该高兴，但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赌约，现在半月都不到，虾仁已经金丹3重了。想到这，萧青雨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。死嘴！当时你答应的那么快干什么？他居然在玩树枝。虽然他不想虾仁突破原因，但看见对方玩物丧志，不由气上心头。不好好修炼，搁这掰树枝，你3岁小孩吗？难道掰树枝能让你剑法大成吗？你又在偷懒。啊，师傅，我在练剑。你看为师像傻子吗？师傅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行啊，那你剑道练到何种境界了？若是止步不进，为师可要重重惩罚你了。你确定是惩罚吗？师傅，我最近有些懈怠，剑道才刚小成。此话一出，萧青雨笑了，准确的说是被气笑了。几天见到小成根本不可能，他就是剑道天才，可他见到小成也耗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。虾仁几天的时间就能领悟剑道小成，你当你是谁啊？绝世剑仙转世吗？好啊，是你先骗为师的，那就别怪为师不给你台阶下了。你不是剑道小成了吗？来，给我演练一遍，我静静的看着你装。师傅，献丑了！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此恐怖的成长速度已经超越了萧青雨的认知，萧青雨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。难道我是废物？剑道小成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师傅，你信了吗？你接着掰吧，为师不太舒服，先走了。师傅，这才哪到呢？你就等着，嘿嘿。如果说道宗是正道老大的话，那汉天全宗便可称第2，不过却是万年老2。宗主，弟子回来了。不错，九一，你终于突破元婴了。你见过前几日道宗雷劫了吗？见过，遮天蔽日，恐怖如斯，我隔得相当远，即使这样，也是心惊胆战。道宗越来越强了。九一，你觉得我全宗能当上正道领袖吗？道宗的年轻一代弟子已经垮掉，这是我全宗翻身的机会。如果我全宗能将年轻弟子都培养起来，未来必定能胜过道宗。师傅，这便是徒儿的见解。九一，你这话与我不谋而合。道宗是时候该让位了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？结！为了让全宗再次伟大，九一，这次论道大会，为师要你姿态强硬，狠狠将那些道宗弟子踩在脚下，好为将来争夺正道之首的位置造势，懂吗？弟子明白了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，宿主目前境界金丹4中，开挂就是爽。接着他去往小树林，今天的任务是掰树枝，争取天地一剑大成。侠刃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今天我们多砍了1000根树枝，足够你掰了。他们不明白虾仁为何执着掰树枝，但不影响他们对虾仁的崇拜。天才有点怪癖，怎么了？老弟们干得不错。旋即虾仁开启修炼模式，疯狂掰树枝。弟子们察觉到虾仁的剑气越发强大，不愧是侠刃师兄，一边掰树枝，一边都能提升剑意，简直神了。
何止啊！你们注意到虾仁师兄境界了吗？虾仁师兄右双若灼突破了，大伙儿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每日每夜的使劲卷，最后却比不过躺平的人。道宗山门处，大长老领着10几位弟子等候各宗天骄到来。虚空宗弟子真空虚，汉天泉宗主弟子艾91。艾91，总感觉我和他之间有什么羁绊。这些人都是当代大陆最强的年轻一代，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什么天才？和我们虾仁师兄一比，简直啥也不是。没错，虾仁师兄说过，不能一步成仙的人都是废物。我们是废物，他们也是废物，都是废物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忽然，潺潺水流声响起，由远及近。谁流水了？能不能把腿逼近点？这水量真是有些大。没想到连忘川圣地的人都来了。圣地向来不入世俗，只守着自己的洞天福地，一心潜修。是汪传生语。天呐，我竟然看到了我第2个女神！汪传生语真是美丽啊，和道宗的那位女剑仙相比，简直不分上下。面对众人的小声议论，忘川圣女始终不发一言。她来到了大长老的身前。季长老，小女代表忘川圣地前来论道。貌似我道宗没邀请你，没事，来者是客。忘川圣女，请进。带诸位天骄前往论道台，顺便沿路再欣赏一下道宗的风景。进入道宗后，一群天骄都是昂首挺胸，鼻孔朝天，全是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。在他们看来，道宗的弟子一定会投来敬畏崇拜的目光。对，又来了一群废物。你们道宗弟子有没有礼貌的？我们是废物，那你们是什么？我们也是废物啊。真不是，哥们你们能一步成仙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们当然不能。那就对了，你们不能，我们也不能，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废物了。问你们，这话是谁说的？当然是我道宗的虾仁师兄。接着他便说起了虾仁的事迹。当天骄们听到虾仁喝水就突破后，整个人都骂了，这简直不是人啊！那个掰树枝的帅哥是谁？他就是虾仁师兄。什么？就是他靠喝水喝成金丹的。的确是金丹4重不假，而且看上去年纪不过20出头。我去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今天真是大刀拉屁股开大眼了。不过他为何在掰树枝？看上去好智障啊！不懂别瞎逼逼，虾仁师兄正在修炼剑道，马上就要大成了。装神弄鬼，若是喝水能突破修为，我们苦练的意义在哪里？掰树枝练剑道，一点树枝也没有，无稽之谈，也有人信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我带你们去论道台吧。好枪打得捡起啊！我的天哪，虾仁师兄，你剑道大成了！他的剑道真大成了，而且无比扎实，剑气之纯粹，比我师傅还要牛逼。招笑。诸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跟我去论道台吧。啊，这男人似乎有点意思呢。那些人就是从各宗来的天骄，能被称为天骄，想必都是一群真正的天才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，向他们好好学习学习。啥？虾仁师兄居然要向他们学习？虾仁师兄就是谦虚，吾辈楷模啊！这次来了不少人，是过去的好几倍，500人是有的。道宗长老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很是欣喜。来的人越多，说明其背后的势力都想和道宗交好。我道宗又制冷起来了。还有忘川圣女也来了。什么？圣地也派人来了？圣地势力是大陆最神秘的存在，从不插手宗门的利益争斗，但凡是得罪圣地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忘川圣地在一众圣地当中是排名前5的存在，不请自来会是什么好事吗？不用怕，宗主出关在即，如果真突破了那个境界，圣地势力便不足为虑。圣女说的是。很快，时辰已到。诸位安静，我宣布论道大会现在开始。一群天骄兴奋无比，他们来就是为了向道宗的弟子们请教学习的，于是纷纷开始请教修炼心得。论道方式有很多，有口述，有实战。这位道宗的师兄，我苦修枪道几10年，发现最近到了瓶颈期，想请教一下该如何打破。这个嘛，我说白了，我白说了，你认真修炼就好了。论道大会有序进行着，看到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，获胜的基本上都是道宗的弟子。大长老将腰杆子挺直，双手负在背后。老纪，你咋了？什么老纪？请教老夫金牌导师。论道只为切磋，点到即止，你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？
切磋是没错，但刀剑无眼，拳脚难收，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。切磋受伤不是很正常。再说，我也没想到你们道宗修为最高的弟子才金丹境，还这么不抗揍，随意一拳他就吐血，这能赖我吗？艾师兄说的对，我们全宗师兄弟切磋时断手断脚那都是常有的事，这才叫真正的切磋。怎么，你们道宗的弟子就这么娇贵，下手重一点都不行？我们艾师兄已经留情了，不然小成的撼天神拳一拳这废物就凉了。他们是奉命来的，自然不怕得罪道宗，而且论到大会，长老也不会对他们出手。大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群人。但如果这么做，道宗就会名声扫地。道宗的弟子真是够怂的。好一个刀剑无情，拳脚难收啊！小瘪三，你很能装啊！瞧不起我道宗，我现在很想揍你一顿。你最好提前喊人帮你准备好疗伤丹药，不然死了后变成鬼，别来找我。